疗愈犬呢，就是一群经过专业训练的狗狗，然后它们比一般的同伴动物呢有更高的稳定度跟服从度。然后我们在挑选疗愈犬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它们是可以有更多元的样貌。叠，好棒，再叠，叠，好棒，握手，好棒啊，下巴，耶，好棒。希望让大家知道的事情是，疗愈犬并没有一个完美100%的样子。而是每一种狗狗其实都有它们的擅长，是可以帮助人类的。对，然后它们也很喜欢亲近人类的。平常的工作内容呢，就会跟小朋友、儿童、青少年到成人都会有不同的互动。然后主要是配合心理师的活动的设计去呼应那个团体的内容。我们正确的拍手方法是什么？要用手指拍，这样子哦，手指掌声法。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来拍手？因为狗狗的耳朵实在是太灵哦，可是要没有声音的拍，还是要大声拍？不要大声拍，不要大声拍，不然狗狗的耳朵会不舒服，是吗？对。因为我们是以动物辅助諮商为特色的心理諮商所，所以跟一般心理諮商所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有饲养犬只的。那在这个空间上的应用其实就非常非常困难，然后在人力上面也会很辛苦，不是只有接案跟做行政而已。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疗愈犬、训练疗愈犬，维持它们的稳定度。那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呢，也会举办疗愈犬的营队。它也跟我一样，非常的可爱。哦，一次成功，非常棒。那我们这些服务项目里头，疗愈犬都是会参与其中的。有些孩子他们真的因为疗愈犬的出现跟疗愈犬的介入而有所不同跟改变。我常开玩笑说，狗狗常常可以做到很多我们人类做不到的事情。圈圈，好棒哦，圈圈，他就把他鼻子塞进你的手里面。大圈圈。对他来讲，他理解到那动作很像是要大圈圈。我做得很好吗？你怎么没有称赞我呢？啊，很好。我们通常跟企业合作的方式呢，大部分会是像是心理卫生讲座，或者是一些舒压相关的活动。那我们通常会邀请参与的员工或者是服务对象呢，跟疗愈犬做一些简单的互动。在互动过程当中，就可以去帮助他们去觉察自己压力相关的一些探索跟宣泄的部分。对，那透过先分享狗狗的压力源开始，再回到人类身上，这对于人去用不同角度去认识自己，其实蛮有效的。我自己对于狗这边培养才艺的话，比较没有那么耐心，所以刚刚有听那个老师这边的说明，所以觉得可能需要多一点的耐心，不管是对于狗是生活上其他的部分这样子。透过绘画的方式，去分享他们的近况，那你就看到绘画是很有趣的事情，大家就会很自然的就画出跟自己有关的状态。当天我们在做一个很重要的练习，也是在心理学里面常讲的正念这件事情，就是回到当下，此时此刻专注在这个时候的状态。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大家集体、团体一起做等等的那个活动。那因为真的是很专心在狗狗身上，的确有到讲师所说的那种心流的状态。从挑选进来到受训，然后到可以工作，大概平均大概是半年以上，因为他们要先从适应环境、适应狗群、适应这里的生活作息开始，然后到有一些基础的训练。棒！对 ，yes， 好棒哦，我看，好棒哦，对。主要会加强他们的3个部分，一个是他们的稳定度，对，也就是说这只狗狗到不同的情况里头去，它们都是可以保持稳定的。还有他们的服从度，也就是他们对人，尤其是对治疗师是要有反应的，对，所以当我叫它偏偏，它是会马上就会看我。那第3个是社会化，就是说让狗狗在不同的环境中，对于环境的适应是很快的。比如说它可能对于一个环境一开始有点紧张，可是它可以慢慢的放松下来。动物很像一个媒介，去触发很多的情境的发生，然后呢，心理师的工作是去帮助个案去看到在这个情境里的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可是因为媒介听起来很像东西，对，所以我通常比较不喜欢这样说。本身就是有暴食症，然后其实已经长达18年的时间。那其实这段时间，
其实我有历经可能有用过药物啊，看过身心科医师，那也有去做过就是别的心理咨商的部分，所以那时候社工就是帮我转介到就是疗愈犬这边。其实一开始我根本都不晓得，疗愈犬是他在心理咨商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很生疏，随着时间的推进，然后我们每一次咨商过程当中，我们互相的去了解、去陪伴之后，让我觉得是可以很放松的做自己。很自在的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跟老师啊，或是跟 Kendall 就是诉说我可能最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在这个咨商过程当中 Kendall 就是感觉是我的陪伴者、倾听者的一个感觉。那老师当然就是会透过引导，然后也让我去观察 Kendall 的状况，让我知道说狗狗的状况其实有时候会反映到我自身的状况。我觉得那种感觉好像是磁场很接近的那种感觉。原来其实人跟动物之间其实是有那种很密不可分的那种影响力。我觉得在一次一次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因为有 Kendall 的陪伴，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越来越安稳。Kendall， 谢谢你陪着我，陪我度过人生当中最难过的时候，谢谢你。虽然我们看似人跟狗的语言不通，可是我觉得反而是这个不通让我们的关系可以更靠近。对，他好像就是一直听你说话，然后不会去批评你讲话的内容。对，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们会做到保密。这对哥来讲是一个对自我价值感或是自信心是有很高的提升的。他们在跟动物的互动的时候，很愿意去包容、去接纳你的这个状态，是很多个案所需要的。我们希望可以同时为人类跟同时为动物努力。我们会希望理想中的社会其实应该是对人跟对动物是很友善，对，所以帮助人怎么样更认识自己的心理健康，对自己有更多的觉察，那也会是很重要的过程。